眾裡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。這篇小說看似溫暖的冷冽，藏在人性的愚昧之中。你心懷宏願的一生追求，直到你終於甘心放棄的時候，才發現你一生緊握的不是鑰匙，只有等待。你最怕失去的不是華麗的宮堡，是那個你以為遠在天邊，但始終因你而守在原地的知心人。宮堡的故事像一面冷靜的鏡子，照出人最迷人的野心，把世界修成天堂，把人生雕成無瑕。王子在處女地上動心起念，眾工匠以勞作禮讚理想，一座城池因此拔地而起，彷彿可以與天地同壽。可作者偏不讓你停在成功學的熱鬧處，他把真正的考題藏在漫長的時間裡。當你離開去尋找更完美的伴侶，更完美的答案，歲月會不會把你最初那份純粹也一起帶走？在群山環抱的肥沃平原上，有一片渺無人煙的處女地。這個王國的一位王子將滿17歲時，聽聞此地之美，便向父王求封為猜疑。他所求不只是一片土地，而是一個理念。若以人類智慧與技巧加入自然的純淨，或可建成至真、至善、至美的人間天堂。父王嘉許王子的美意，並在封疆儀式上加賜一座宮堡，命最好的工匠、最珍貴的材料，由王子親自主持設計與建造。工程展開後，四方工匠與家眷湧入，護城河外形成臨時聚落，上千人口在木棚帳幕間生活勞作。他們不以自己卑小為苦，反將宮堡視作慈母與慈父般盡心對待。在宮堡日漸高大的影子裡，人們獲得保障與歸屬。於是他們近乎宗教式的節制，不多砍一株樹，不多動一塊鹽，努力保存土地的原始氣象。3年之間，眾人如一家骨肉般同心，宮堡逐漸成型，事跡遠播。各國甚至派使者來，欲以公主婚配這位賢智的年輕王子。就在此時，一位神秘老者出現，清瘦高身，白鬚長髮，身旁總跟着他4歲的小孫女。他來歷不明，卻以學識、談吐、公正贏得眾人敬重。王子與之深談後，以施禮奉之，常與之共處。老人穿行各工區，指點石工、瓦工疏導水流之法，將原本能毀壞建築的雨水轉為養地氣、固根基的助力。宮堡在他的指導下愈發穩固宏麗，即可與天地同壽。他的孫女則在甬道、旋梯、密室間奔走穿花，熟悉宮內一切通路，成了工地裡最輕快的一抹身影。宮堡將完成之際，臨時聚落漸散，人們帶着滿足與感激回歸故里。王子與老人登亭台眺望離去的塵土，心中生出難掩的傷感。建造天堂，也許比住進天堂更幸福吧。唯有孫女仍天真快樂，因為她的明天永遠新奇。而王子與老人談得最多的，也已是王子出遊回拜諸國，遴選完美王後，舉行空前婚禮的計劃。終於王子啟程，為求周密，他遣返侍從，親自封鎖宮堡內外，將各門鑰匙安置妥當，最後以大鐵鑰匙鎖上城門，暗自祝禱。待他尋得完美妻子歸來，才再開門。臨行前，他念及老人祖孫曾助他處理建宮事務，便策馬至木屋告別。席間老人只勸他早出山島，並趕至旅店度過第一夜。此時，王子忽然覺自己真正的旅伴是時間與里程2個未知而陌生的存在。基於對老人的信賴與感激，他將沉重的大鐵鑰匙托付老人代守城門，老人便把鑰匙拴在木屋門環上，令人人可見，專候王子歸來。然而王子出遊後聲名愈遠，沿途所遇公主皆仰慕他，卻又不願自私地佔有他，反把更遠處更完美的公主線索告知他。他也禮貌辭謝各國國王饋贈的衣物與侍從，他只騎一馬，帶輕簡行囊，越走越遠。半年、年半乃至多年，他歷經風霜，他看盡繁華山川，言語不通的異域也不覺陌生。在他眼中，每一位女子不過是老朋友在不同情境下的身影。最終，他
他走得無影無蹤，只留下傳說有一位相貌高貴的老人孤身旅行。多年後，一匹消瘦老馬載着白髮枯瘦的老人回到平原上，通往宮堡的大道已荒草叢生。他循着模糊小徑找到木屋，門突然開了，出來的不是當年的老者，而是當年的小孫女，如今的老婦人。两人淡淡一笑，无言但不陌生，彼此搀扶着走向護城河，過橋至城門。老人撫摸門環上懸着的大鐵鑰匙，感覺它竟似變輕了，心想只是鏽蝕減了分量。老人邀老婦人一同执鑰，四手合力旋动，咔嚓一聲，鑰匙袖斷在锁孔裡。老人波瀾不驚地把剩下半截的鑰匙又拴在門環上。老人終於頓悟，他的知心人從不是遠方的某位公主。於是他牽着老婦人慢慢折返，兩人回到木屋前，老婦人解下老人的行囊，溫柔地帶着已垂垂老矣的王子進屋。夕陽下的宮堡仍然光輝如天堂，再也打不開的宮堡成了遙不可及的完美。王子是一個把理想當作使命的人，他的性格從一開始就不是浪漫的，而是莊嚴的。他不貪戀權勢，也不沉溺享樂，他相信秩序、比例、節制與完成度。他要的不是一時的幸福，而是一個可以向世界交代的答案，一座配得上至真、至善、至美之名的宮堡，一位配得上這座天堂的王後。這使他顯得高貴，也注定了他的孤獨。王子的第一個特徵是高度自律的完美主義，他親自設計，親自監造，不容一絲草率。他不讓侍從代辦私事，連為未來妻子預備的書桌與祝詞都要自己一一安放。這不是控制欲，而是一種信念。他相信，只要每一步都做到極致，人生就能通往正確的結果。對他而言，天堂不是偶然，而是努力的結果。但也正是這種信念，構成了他最深的衝突。當宮堡完成，他並沒有走進去，而是選擇離開。因為天堂已經建好，但必須等一位完美的他，才不辜負他的努力。然而在心裡深處，其實是王子渴望繼續建造工程的拖延戰術。王子無法承受已完成之後的空白，他更擅長追求，而不是停留，更相信未來，而不是此刻。於是他把鑰匙鎖上，把人生推向遠方。王子的內心活動是不斷否定各種答案的過程。起初他以為答案在建築工事裡，後來他以為答案在更遠的國度，更完美的公主身上。每當遇見美麗而善良的女子，他卻又覺得也許還有更好的。這不是薄情，而是一種被理想馴化的遲疑。只要活在他對更完美的執着裡，他就無法停下腳步。於是時間悄悄完成了他自己的工程。王子從青年走成中年，從旅人走成傳說中的老人。他見過無數女性，也感激每一種人間的溫柔，卻始終沒有選擇。他的心越來越寬，標準卻越來越模糊。到最後，完美的伴侶不再是一個具體的人，而是一個不必面對的理由。當他重返宮堡，迎接他的不是昔日的智者，而是當年那個奔跑在甬道間的小女孩，如今的老婦人。她一直在那裡，從未遠行。她沒有被選擇，卻也沒有被拋棄；沒有進入宮堡，卻始終守在門外。當兩人攙扶着站在城門前，鑰匙斷裂的瞬間，王子才真正明白，不是天堂拒絕了他，而是他自己不敢踏入一直為他敞開的天堂大門。眾裡尋他千百度，驀然回首，那人卻在燈火闌珊處。王子的一生，正是這句話的注解。他始終向最亮的地方奔去，卻忽略了那盞不張揚卻長久為他亮着的燈。路橋並未嘲諷王子的理想，而是溫柔地揭示一個殘酷的真相。我們總以為人生必須功成名就，伴侶必須十全十美，這才算天堂，卻很少承認，真正的幸福往往早已在身旁，只是不夠耀眼，不夠宏偉，不夠像一個答案。王子最後沒有進城，但他終於放下了鑰匙。那一刻，他或許第一次
真正抵達了他的天堂。